本影片片长时间很长，废话很多，都是我个人的试驾心得，希望对跟我一样正在挑车的朋友有些帮助。最近阿肥在看车，你们知道阿肥原本的那一台车是 SLK 嘛？那 SLK 它毕竟只有2人座，所以它的空间啊这些的是比较不实用的。那因为接下来就有家庭啊，要载家人的需求，还有可能我出去露营的时候，我要载那个帐篷。那考量了这一些因素底下呢，阿肥就想说，那再添购一台比较大的车子。那你们放心，那一台 SLK 我一样还是会留在手边啦，因为那一台慢慢陆续的已经改装到快要到结束了。接下来的像电动尾翼啦、气压避震啊，还有一些电系的更改啦、安卓机啦、360全景啊这一些的，陆续我都会跟你们分享。只是因为最近车子在改装厂在台中，我人在台北，那我要这样子来回跑都要坐高铁，然后又花一整天的时间，其实是蛮累人的一件事情，我就没有特别的一直去录它啦。阿肥呢，一刚开始所锁定的车款是油电车，油电跟电动车，我认为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我是会有里程焦虑的。所以现阶段呢，阿肥已经全部都试驾完了，这个资料满满一张，我都把它列下来，我自己的超价的试驾心得。我第一个想到说，要买油电车了。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Toyota RAV4。那我对于 RAV4 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内装啊，因为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关系，所以它的内装质感相较于国产的 Toyota 内装，像 Iron 你们开到的那种 Toyota 内装来说，它是好上不少的。那我自己在超价的心得上面呢，我自己是觉得，在一般模式下面，不好意思，因为真的是很多资料，我没有办法完全背给你们。那就是我这样子边看，然后边跟你们聊。那详细的这个资料呢，就是我会列出一个表格，然后会放在我们的社群里面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，你们可以直接加拉斐的赖社群去记事本里面看，就可以看得到了。我自己超价的心得呢 ，RAV4 自己感受，在一般模式底下，我会觉得它的油门的反应会有点钝。因为它其实是蛮重的一台车，因为它有电池又有引擎，所以它是蛮重的一台车。你们也看得到 RAV4 是很大一台，但是呢，也因为 RAV4 是一台蛮重的车，所以它在转弯的时候，比如说像那种麋鹿测试嘛，对不对？但我当然没有办法做到麋鹿测试，我可以做到的就是一个大回转或是左右转的时候，我是比较转死的方式去让这台车偏移过去。那我自己的感受呢，因为它重，所以你会觉得它在转这些弯的时候呢，它的感受是让你很有信心的，它是蛮稳的，你不会觉得你在过弯啊，你在回转的时候会有一种像在船上摇的感觉。但是我在出弯之后会补油门的那一下的感觉呢，我是觉得它没有马上有一个力道推出来的感觉，它是很温的，慢慢顿一下再上去。它整体的提速油门反应来说，我会觉得它不够有 2.5 的感受。那在这个运动模式底下呢，我是觉得它的整体油门反应有变好，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它到了运动模式之后它就很凶的感觉，它还是那种我认为的好爸爸神车，它不会让你觉得完全没力，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晃很不稳，所以我对它的评价算是蛮高的。接下来第二台就是同样Toyota 的 CC-GR， 我在 Iron 上面其实已经有开过这个 CC 了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就会想说要往上再看，就是跟他们问试驾。我记得等了1个礼拜，我才试到这个 CC-GR， 它的油电版本的新的外观跟 GR 版本的外观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GR 的外观，因为看起来比较正常。油电版本有点像钢铁人的那种，我好像不太能接受。那首先我先从它的内装来跟你们分享，我觉得它的内装像是高级版的 Iron，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我们不好意思都有拍，所以说有些画面你们可能就是只能听阿飞讲。它跟 RAV4 比起来，因为有价差嘛，所以它没有 RAV4 的那一种高级感，你会觉得说哇哦，它就是比那种一般的 Iron 的车子还要再高级一点。这个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，还是要自己去感受一下。那过来讲到这个试驾的心得，在 GR 的版本啊，它是有调教过这个悬吊的，你会觉得它比较灵活，比较轻。可是呢，它另外一个方面，我认为它就没有 RAV4 那种稳定度了。因为像我在回转、在左右移动的时候，还有在我过弯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它整个底盘的感受
它会是比较晃一点的。那我认为啊，如果只是单纯有品牌名声，你选 Toyota 的朋友啊，这两台除了价钱以外，CCG 啊，它在油门的反应上面，它就有一个很线性的力量出去了。它会让你感受到比 RAV4 还要良好的油门反应。最大差异的地方就是在开车的乐趣上面，因为 CCG 啊，它在操驾上面的反馈啊，是会让你比较开心的，因为它的跃动感、它的这种入感的感受，它是比较强烈的，所以你开起来会比较开心。但 RAV4 呢，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沉稳的好爸爸神车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 MG-HS， 这些都是新路啦齁。里面说我是云式车，它是插电式的油电，就是 PHEV。我也是这一次接触之后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油电车有分那么多种。插电式油电 PHEV 就是它会有一颗独立的电池跟你的引擎，你可以用纯电模式，跟电动车一样去开这一台车子，也可以加油去驱动这台车子。我刚讲可以纯电，那就表示呢，它在晚上的时候可以跟特斯拉一样，我要录影的时候我可以开冷气，我不需要担心说没电。然后重点是你特斯拉没电就掉掐就没办法发动。MG 这台不是，它是还有油的功能，我再怎样我都不会有里程焦虑。先说它的内装的部分 ，MG-HS 它的内装的质感很好，尤其它在它的这个售价的价位里面，它原厂就搭配了天窗，还有 BOSS 的音响，还有 PS4S 的轮胎。这一台呢，我心里会有一点挣扎，就是它还是必须要充电。可是阿肥自己的家里不管是新家老家这边，其实都没有可以设充电桩的地方，所以我变成要用它，我还要可能1-2个礼拜，我还是要去充电。它这个充电桩的部分呢，我有特别问过啊，它只有说，如果你是配充电桩的话，4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。那如果你不是充电桩，是家里比如说通天厝你有插座，它要220的插座，它有附这个充电线给你，要充5个多小时才能充满。那这个就是额外的要考量的因素啦。过来呢，我自己的试驾心得，那我自己开起来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它有点温温的感觉，就是油门反应有点钝。那我切到它运动模式之后呢，它的油门还是会有一点迟滞的现象发生，就是我踩下去之后，它不是瞬间提速起来，它很像宾士上面的 C 模式，你踩下去之后，它的提速很慢，然后到某一个间距的时候，它才会有力道出来。那在左右弯还有回转的幅度，这一种感受，我觉得它晃动的幅度比较大，我觉得好像在船上摇的感觉啦。我自己驾驶是这种感受，可是我问过我后面的载的人，他的感受是没有很晃啊，就是跟一般坐车一样。它在纯电模式，因为它是有独立电池，好像是16度电吧。我必须要讲，它真的很安静，它跟电动车一样。可是它那个油门的反应啊，动力感受就会非常的不足，不像那一种特斯拉的电门一踩下去，嘣出去的感觉。它没有那种感受，所以啊，我这一台 MG 的 HS 我试起来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它是适合家里有充电桩，然后有担心里程焦虑的朋友就可以来使用的一台车子啊。再来呢 ，Peugeot 保时的408 Hybrid GT Premium 的版本，我先讲这些车我都是完全都没有先看过，那会去试 Peugeot 的车也只是刚好运气就进去。刚好可以试，那我就进去试了。它的这个价格是在132.9万，它的这一个价格区间呢，直接跟这个 RAV4 打在一起了，因为才差不多可能不到10万的价钱。相对的它这个价钱已经快要到我可以接受的上限了，所以比如说150以上的这一种更高级的品牌，阿肥就没有再去看了啦，因为我毕竟觉得这种是代步车，它不是一个要拿来玩的，要拿来炫耀或是拿来干嘛的车子，它是一个代步的工具，我觉得太贵就有点溢价了。我先讲到它内装的部分，它是第一台我坐进去的时候，它的内装最吸引我的，因为它有一个很战斗风格的整个前面的仪表的一体式设计。然后我测的那台是 GT Premium 的版本，它是有这个裸视 3D 的仪表板，你会觉得哇帅啊！虽然以欧洲车来说，它的这个内装的塑胶材质
硬塑胶材质、防刮材质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它的这个座椅的部分，它有加热功能，还有按摩气垫式的这个功能。再加上呢，我觉得它后面的置物空间虽然不算是非常大，你说跟 RAV4 比起来的话，它可能还是有点小一点，但是以我可能8人帐，然后再加上桌椅的，然后再加上烤肉架这些的，我目测一下，这样子量是够放。车子这个东西啊，你除了买它之外，它其实也是一个个人的风格，一个个人的品味的一个展现。所以你看到一个车子，你就可以知道，这个主人的品味到底是怎样。它让我就会感觉到是一个很有品味的设计的风格啊。我没有拿他们业配哦，就是单纯自己的感受哦。接下来就说到试驾的部分，它的那个仪表板，他们是说有比较高一点，就类似抬头显示器一样，因为它方向盘要设计平的，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。但因为阿肥的坐姿啊，我那台 SLK 我都习惯降到最低，然后躺着开车。我放到最低的时候，我认为啦，它的方向盘还是会挡住它的这个仪表板啦，所以这个东西是见仁见智。那在操控上面的时候呢，左弯、右弯跟回转的时候，我觉得蛮意外的一点就是它的操控感受跟我的 SOK 很像。这么大一台车，跟阿肥的小车比起来，它居然在操控性上面很稳定，你会觉得啊，有一种叫做指哪打哪的感觉。我不会有这一种转向的时候轮胎吃不进去限位的问题，它让你的信心是蛮够的，也是我说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操控性能它最好的一台。说到这个，它是 1.2 的引擎，所以它税金超便宜，好像8000多块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1.2会不会很没力？结果呢，它这一次的油电版本，它是靠电去辅助这一种启动的动力，所以你当下的感受是踩油门下去的时候，很大的一个感觉就会冲出去，它的加速非常的线性，你不会觉得它是一台 1.2 的车子，这是让我觉得很惊喜的一个地方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特斯拉之前的广告？不是广告，就是有人求它，就是我特斯拉，然后后面背一个发电机，没电的话，我就是加油进去，然后用发电机供电给电池充电这样子。没错，你上了这个e-Power啊，就是同样的概念。它的引擎就是它的发电机，你加油给引擎，引擎发电给电池，电池去驱动你的车子，所以它就是一台吃油的电动车。先说 X-Trail。它的这个是进口的版本，那它有一个国产版本，就是客货两用，它有一个横杆，那些比较不方便。那它的售价是落在150几万，其实说认真的是有点超了阿肥的预算。那我自己在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它的内装算是精致的，不会让你觉得说有廉价感的内装的感觉。它的容量呢，因为它可以直接贴躺平，所以它整体的容量是非常足够的，而且它还很大台，这也是阿肥后来直接把它淘汰的原因，因为它太大台了。那我自己在操驾上面的感受呢，我觉得它的油门反应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线性，很有力的感觉。你在左弯右弯的时候，其实它的给你的稳定性是够的。但我自己的感受啦，因为我一定会各个品牌相比啊，我自己感受跟 RAV4 比起来，它又没有到 RAV4 那么的稳，但它的底盘的晃动感比 CCG 来的还要好。整体上来说，我的操驾的感受是 X-Trail 这一台车呢，我自己觉得它会比较适合大家庭，然后你有里程焦虑，你又想要试电动车的这一种反应的感受的话，它是比较适合的。而且它有一个动力回收的系统，它是很像在开那一种之前特斯拉的这一种电动车的感觉，我放掉电门，它就直接停下来的那种感受。再来 Kicks 的部分，它是我可以接受的，已经是最小可以接受的范围了。先讲到它的 Kicks 的内装，它整体的这个感受，因为它毕竟还是进口车，所以它整体的感受还是比 Toyota 的 CCG 来得好，可是它又没有到 RAV4 那种感受的等级。过来讲到它的这个操控的部分，它的油门反应非常的线性，你不会觉得有任何不足后迟滞的现象发生，你踩多少它就是出多少，它让你感受到非常的舒服的那种加速感。在这个左弯右弯回转的时候呢，跟这个 X-Trail 比起来，我的感受它非常的稳，就有点类似像我的 SLK 的感觉，但它的操驾又没有到408那么的好，介于408再差一点点的操驾感受。我觉得车子要让你开起来有很开心的感觉，那才是适合你的车。所以阿肥在测的时候，我最重要的就是看我的操驾感受，然后过来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开心程度。
那你们听了阿肥的这种试驾心得，你们应该也知道，阿肥就是一个很注重底盘的人。当然，有些人会考虑油耗啊怎样子，有的没有的这些综合数据，他一定要选到一个 CP 值最高的。但对我来说，车子就是我的代步工具，然后是我的开心的其中一个泉源。Kicks 有给我这种感觉啊，然后408也是有给我这种感觉，所以他们其实都是算我这一次操驾起来蛮喜欢的一个车款。这一次的试驾就到这边，因为我剩下其他品牌我就没有再去试了，他们的车款不适合我。最后面以这一次测试，阿肥就测试了 RAV4、CCG、MG 的 HS 跟408 Turbo GPT 跟这个 Nissan 的 Kicks， 还有它的 X-Trail 的车型。我自己目前的操驾体验的排名啊，408第一，因为它的操驾起来最稳。再来呢就是 Kicks， 因为 Kicks 呢，它在这个过弯上面也是相对非常的稳，而且它电门这个踩下去的感觉呢，又非常的有力，所以它让我也是一台蛮开心的车子。再来呢，我会给 RAV4， 因为 RAV4 它毕竟是很稳的一台车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 RAV4 在台湾的路上非常多，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稳。过来呢，就是 CC 的 GR 版本，它的确很跳动，很那一种运动风格的车子，可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稳，然后没有那么的让我有信心的感觉。最后面就是 MG 的 HS， 因为对我来说它太晃，我也没说它很不好，因为它的配备啊，还有它的这个特性啊，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有市场的车子，但它的操驾体验就是不合阿肥的胃口。那试驾心得就是这样，可以给你们当一个参考啊。如果你们有想要看到详细阿肥的分析的话，我会放在我自己的社团，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就可以加入 LINE 的社群里面，自己去收看。那今天的这个油电车的试驾感受就分享到这边啦。那如果你们对于这些车子有任何批评指教想要跟阿肥说的，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。我也常常遇到人家来骂我，所以没关系。如果你们觉得阿肥说错的地方啊，觉得有跟我不一样的想法，你就可以在下面的那个留言抨击啊，没关系，每个人感受就是不一样。最后面呢，我会去订车，那你们再猜猜看，我最后面会订哪一台啦？喜欢我的影片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追踪我来许飞，每周1、2、3、4、5、6日晚上6点都有可能会上片。我是阿肥，欢迎你们，接着拜。用心去感受真实的体验，每一个瞬间都有不同画面，鼓声的旋律在耳边响起，跟着阿肥走梦想无限的起